要說我19歲的高光時刻，應該就是這張照片了。當時我大二啊，在辯論隊打4辯，然後呢，年紀輕輕便在校辯論賽奪冠了。怎麼辦？覺得自己好厲害啊！大二就奪冠了。不知道大家是否和我一樣啊？其實在我18歲以前呢，高考都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標，我是沒有精力也不被允許去發現自我的。而在上大學以后呢，就終於脫離了父母的魔爪啊，脫離了繁重的高考壓力，第一次嘗到了自由的滋味。我總算得以真誠地尋找自己真正喜歡做的事情，並享受過程。當然了，每個月還有父母定期打來的工資，這個世間有比這更好的工作嗎？從這個角度來說呢，10年前的我確實是快樂的，畢竟那時啊，社會和生活還沒有給我一記記重拳，我盲目的相信着自己明天會更好，然後呢，就將青春花在了自己認為最應當花的地方，即虛度上。同時呢，非常慶幸的是啊，當時我便開始意識到自己或許可能適合做律師，因為經過大學這幾年對自己的了解啊，首先我認為自己技能樹和律師這份職業非常匹配，其次呢，我喜歡法學，也喜歡自由，能在大學階段確定志向呢，是我認為自己在大學階段最為幸運的一件事。最大的變化呢，可能就在於從一名律師助理逐漸成長到準備自己開律所了吧。畢業後，我來到成都，成為一名小小的律師助理啊。法律這個行業呢，與其他行業有所不同的是，它是一個屬於大後期的行業。你的收入和你所受的尊重呢，一定是隨着你知識、經驗、閱歷的豐富而上漲的。而這些呢，都需要時間的積累。這同時也意味着啊，初入這個行業的年輕人注定會過一段非常艱苦的時光。我的助理生活呢，和這個行業絕大多數剛入行的年輕人一樣，貧窮啊，勞累。曾經那個在學校裡面啊叱咤風雲的辯論隊長，在新手村呢，也只能乖乖的給領導拎包包、開車，掌握打印機的各種使用技巧，並麻利的進行各項跑腿活動。之前不是有一檔叫做《令人心動的 offer》啊，這個律師職場綜藝很火嗎？在看那個節目的時候啊，我首先是不信的，但更多是羨慕的，因為它和我所經歷的初入職場的生活啊完全不一樣。在我剛參加工作的那段時間呢，我沒有对我悉心教導並照顧我自尊的領導，更沒有對應屆畢業生來說非常可觀的工資，對我來說呢，就只有空空如也的大腦和捉襟見肘的生活。彼時呢，能得到前輩或客戶一句小小的認可，便足以令我高興一整天了，因為確實也沒有其他值得高興的事情。而如果啊，你問我是如何熬過來的，我的答案是熬着熬着就過來了。包括現在，我心中一直有8個字，就是忙時作業，閒時作文。忙時作業呢，首先是逼自己忙起來啊，想做的活兒要搶着做，加碼做，因為只有做了，才能更快的積累經驗，盡早的獨當一面。閒時作文呢，是只要一有閒暇時間啊，我便會在網上寫一些法律文章，和大家分享我對一些法律案件的看法。我最多的时候呢，一年寫的法律評述大概有100萬字左右。然後呢，寫作這個習慣在接下來這幾年啊，確實是幫到了我的，讓我被更多人看見。於是呢，我先是在24歲的時候啊，就有幸被評為律所的年度律師，然後在25歲的時候呢，就提前被評為了我們律所最年輕的合夥人。其實啊，根據律師法的規定，當時我年輕的有點過了啊，尚未達到合夥人的年限，所以這個 title 呢是主任惜才啊，先內部塞給我的。在26歲的時候呢，我就出版了我人生的第1本書啊，很稚嫩。27歲呢就出了第2本，並開始嘗試通過視頻的形式和大家進行法律交流。也在這一年呢，我也開始搭建自己的團隊。然後在29歲，也就是10年後的現在，因為我愈發的覺得行業裡比我優秀的律師實在是太多了，優秀到我迫切的想和他們一起開創一段美好的事業，所以我準備在我們成都市天府專業法務區開設一家新的律所——上海德和漢通成都律師事務所。在這個階段呢，我也見證了成都的發展。我剛到成都的時候啊，成都只有2條地鐵線啊，1號線和2號線，而現在呢，成都連18號線都有了。同樣的，那時成都的高新區都算是方興未艾啊，而現在別說高新區啊，更大的天府新區的建設也在日新月異，包括我們律所也準備在天府新區安家落戶。坦率說啊，10年太長了，很難假設。而為了準備這個節目啊，我還翻了翻自己的 QQ 空間啊，找到了差不多10年前，就是我20歲生日那天寫下的一篇文章。其中有一段話
這10年來呢，我認為自己還是在朝這個方向走，我也希望在未來的10年呢，我還能一直記着它。所以呢，就請允許我把這些話讀給大家聽。感謝這20年，我真的很喜歡這個20年後的自己。看看未來，路有那麼多，我也不知道命運會把我推往哪條路，但我相信那條路也許曲折，也許有很多磕磕絆絆，甚至也許是條不歸路，但我從未懷疑過它的精彩。我希望這條路自由，不僅僅有精神的自由，還有財務的自由。我不希望我的未來會因為金錢有太多尷尬，所以我會努力掙錢，盡量讓我和我在乎的人在物質上過得很好。我不會讓別人決定我的命運和選擇，所以我會堅決服從自己的意志，繼續自己給自己做決定。我希望這條路有理想，我從沒忘記過希望國家更公平和正義的理想，這也是我學習法學的原因。但以前我總幻想着自己能扭轉乾坤，站在風雲浪潮之巔，而現在我希望通過以後做的一個個一點點小事，為這個理想做出一絲絲貢獻。每一個波瀾壯闊的浪潮都是由無數小水滴組成，我不奢求站在風口浪尖，只願做那個小小的水滴。看得出啊，當時我確實還是比較年輕，我還不知道其實做一個小水滴也是很難的。